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26日晚间20点26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那今天资本市场整个资本市场都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我们看到了外围市场上证指数继续下跌了1个百分点我们看到新低已经出现了。那么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呢，也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盘前合约呢，在今天也继续出现了一个下行的趋势，并且呢，这个下行趋势当中呢，它正在接近前低29315。那么这意味着美股在今天晚上特别是道琼斯工业指数今天晚上将要有一个低开并且下行的行情。我们认为这轮行情它在日线级别上到达169日均线附近之后发生下跌，并且呢在下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跌破了169日均线，这意味着行情上它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悟空阴线、八阶阴线组、沙僧阴线。这个沙僧阴线组呢跌破了169日均线之后呢，意味着下行趋势打开，未来将有一个唐僧阴线的发生。那么这一轮行情呢，我们认为在 K 线西游战法上做出了什么呢？做出了平行于2020年2月的这波下跌的一个结构。那么回到比特币比特币在今天的跌幅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看到了变盘的时间点呢，很快就要到达。我们看一下比特币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这个位置4小时这个位置波峰连线我们已经可以画出来了，与底部波谷的连线目前处在非常接近于焦点的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呢是非常容易变盘的位置，行情呢通常会在这个焦点位附近发生变盘。4小时结构呢我们已经到达这个位置，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观察到它的振幅处于一个非常窄幅的状态当中，非常窄幅的这个状态，并且接近于焦点位，意味着行情马上要发生这个变化我们把这个时间级别再调整到日线级别上来看这轮行情的下跌呢，我们观察到行情当中出现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下跌到18500美金附近呢做持续的震荡。我们看到了这里面在18500美金这个位置上出现了3次波谷出现3次波谷之后，正常呢我们是认为它能够出现一轮反弹。反弹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要回补3万美金到17605低点的这个缺口。这个缺口呢，我们看到行情在震荡过程当中出现了第一轮反弹，它是一个什么呢？日线级别的反弹，反弹的幅度呢是大概42%左右42%左右。反弹结束之后回打下来，又触碰了18500，然后它的第二轮反弹呢，我们把这个时间级别再切换到4小时级别，我们可以看到它做出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动作它的第二轮反弹。那么它的反弹力度呢是不断衰弱的第一轮反弹幅度是42%，第二轮反弹幅度呢是23%。回打下来之后呢，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波谷的区间，但是呢这里面的反弹我们现在充满了不确定性。为什么呢？因为外围市场走得非常弱势，所以呢这轮行情它很有可能在第3次波谷形成之后不做反弹，直接锤打下来也就是说我们在最近一段行情当中一直是看空的。为什么呢？本身行情处在一个熊市当中，第二点呢是它的反弹的力度逐渐衰弱。那我们看到了之前比特币在17605到到这个25000美金这个位置上，它出现的是日线的反弹。那我们看外围市场它的反弹是什么呢？我们看道琼斯工业指数它的反弹时间级别呢，我们调整了周线它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所以呢外围市场是周线，以太坊呢甚至达到了一个周线反弹的水平。但是比特币这轮的最大幅的一轮反弹从6月到8月的这个长达2个月时间反弹过程当中，仅仅走出了一个日线反弹，证明行情走得非常弱势。那么
同时呢，在下跌回来之后，我们看它第二次的反弹时间级别，我们看到了仅仅构成4小时级别，因为它不构成日线级别，我们只能把它的时间级别呢归纳到4小时级别。那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4小时级别发生回落之后呢，再次触碰了18500这个低点位置附近，并且呢，我们看到了4小时级别上它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结构。意味着什么呢？变盘很快就要发生啊！那这一轮发生变盘的这个时间点和这个外围的趋势啊，非常偏向于什么呢？非常偏向于空头。为什么偏向于空头呢？我们刚才讲了啊，道指呢这里面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周线级别下跌西游走到哪儿了呢？走到沙僧阴线的这个位置。沙僧阴线的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跌破了169日的周线级别的均线。这是本身是一个3万美金附近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跌破之后意味着什么呢？下行空间打开了，朋友们，下行空间已经打开了。那外围市场非常不景气的同时呢，我认为比特币很难独善其身，所以呢，在这轮行情走到这个位置，18500美金，那么下方空间是到哪儿呢？我认为是到10500美金，因为这轮行情涨幅非常巨大啊，最高点牛市当中涨幅涨到了69000美金附近。那么下跌过程当中剩余的比特币的剩余价值，我认为是在5%左右啊，就是最高点乘以个5%，大概是在10500。所以呢，下行空间起码还有50%左右的情况下。这个50%呢是针对当前价格18800计算过来的。那么我们认为下行空间做空方向是我们这一轮行情应该做的方向。那么怎么做呢？首先呢，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点马上就要变盘的时间点呢，我认为应该有一个空单这个空单呢，你要布局一定的仓位。那如果行情违背了我们个人的意愿我们是做空方向的，我们就要进行一定的补仓补到哪里为止呢？我认为这一轮行情我们看到了它的第一轮反弹43%反弹，第二轮反弹22%反弹，那么第三轮反弹一定是弱势的。所以呢，如果能够出现可能的反弹，那么它的反弹应该是在15%左右。如果达到这个15%，那它的反弹的目标位大概是在21000点附近。所以呢，从当前的位置18900点可以补仓到21000然后同时我们仓位呢一定要设置一些止损为什么要设置止损呢？行情当中趋势我们知道下行，位置我们找到了但是很多时候甚至是更多概率的时候，行情违背我们意愿的情况下，我们要保证我们进场的资金的安全所以呢，我们在控制趋势把握趋势找到位置布局仓位的同时呢，还是要积极的设置止损，或者是降低自己的欲望什么是降低自己的欲望呢？调低一些杠杆倍数。如果你感觉你自己风险大睡不着觉，你可以把杠杆调到3倍2倍的把这个总资金的杠杆倍数调低一些。那最终呢，我们趋势上的利润呢是一定会超过高倍杠杆的做高倍杠杆的人呢，他多空都开，他在很多位置游移不定我们做合约呢，一定要或者是现货，一定要把握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一定要做单边行情。为什么要做单边行情呢？摇摆不定的人呢同人一样，摇摆不定的人最终的结果是非常惨的就像间谍一样，很多间谍从事间谍活动的这种人，他的最后的结果是非常惨的。不是电视剧里面说间谍多么风光他们走的都是剑走刀锋的，在刀刃上行走，你说多危险呢？那多空双开的人呢，一定会被市场消化掉他最终会很惨的。所以呢，在行情当中一定不要多空双开。怎么做呢？如果是熊市，建议只做空单。如果在这个下跌过程当中的反弹趋势中呢，建议你不做等待反弹走出这样的结构。你看前面白色这个收敛三角形、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走出这样的结构，你能肉眼看到的时候，接近焦点的时候它就会发生变化。下跌的过程当中也是接近焦点的时候会发生反弹
啊，行情呢总是当你观察到的时候，它就会发生变化啊，这有一点量子力学的感觉了啊。所以呢，在当前行情当中怎么做呢？当前行情在4小时这个级别上呢是要发生变化的。我们看到了这个结构已经非常明显了，红色线和黄色线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一定会发生变化啊。那你怎么做呢？首先呢，你要有一个仓位啊。当前行情我们认为偏向于空头啊，你有一个空单，如果发生反弹呢，反弹到一定你能够承受的位置啊，比如说我们刚才建议的反弹目标位是21000美金啊，在这个位置上再进行补仓。那再往上走怎么办呢？再往上走就要设置止损，比如说它到达22000美金啊，你可以及时的止损出来，然后观察它能够如果形成一个反弹结构的话，你在上方啊，它这个收敛位置附近啊再次进场啊，不要怕错是一定会发生的。在行情当中谁也不可能保证每一单都正确，但是呢你要把握住趋势，让自己在市场当中活下来。你的仓位和本金是在这个市场当中最重要的，所以呢如果在活下来的前提下啊，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熊市还要发展下去，在活下来的前提下，最终呢低倍杠杆控制仓位把握趋势的人，最终呢能够在市场上获得他应该得到的啊辛苦得来的最多的利润啊。那我们看以太坊现在，那以太坊对标 BTC 的走势啊，目前还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附近。那这个压力位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压力位啊，是从去年5月份21年5月份波峰的连线啊，这是真实的物理层面上的波峰的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啊，在 0.069 附近构成了一个压力。那始终呢在最近啊连续5-6个交易日从来没有反弹过去，那么行情呢依然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这里面针对的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行情啊，我们看到了它已经做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啊，这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从9月9日这一天我就开始提示啊，那么这一轮下跌吸油啊，调整到周线级别，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周线级别这轮行情已经出现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一个悟空阴线啊，也就是标志性的阴线。标志性的阴线呢，我们认为它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看反弹过程当中从来都没有这么大一根标志性的阴线，但是一旦下跌趋势产生，周线级别标志性阴线出现之后，我们把它定义为呢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有这个下行趋势的一个方向啊。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呢，有8阶阴线的预期，有沙僧阴线的预期，有唐僧阴线的预期。当然了，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晃骗性 K 线、干扰性 K 线啊，比如说下跌趋势当中啊出现一个反弹，这也是很正常的啊。如果反弹没有涨破啊下跌趋势当中的一个周线级别的开盘价啊，也就是阴线的开盘价，那么我们认为啊这个8阶阴线啊就会存活下去。我们接下来呢还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预期。那么如果这轮行情能够出现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会同前面行情当中的下跌出现一个平行结构。所以呢我在这个画里面啊，这个图里面画出了绿色的同黄色的这个平行的收敛三角形啊，也就是未来很有可能走出来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结构。这意味着以太坊将要出现一个领跌的行情。那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对 USDT 的交易段啊，最近几个交易日我观察它在小日线级别上啊，始终是低于这个169日均线，也就是这个黄色的线绿色线我们设置是169啊，从来没有突破过，证明它的走势非常弱势，并且我们观察到169日均线和144日均线啊，分别都处在小日线级别的下行趋势当中。那么回到日线级别我们认识到啊，日线级别和周线级别上方压力重重。首先是日线级别上波峰连线，我们看到从去年1月份啊，从1月份开始波峰连线弧形顶这个位置上呢，目前的压力位啊是大概在1350美金附近。那上方呢还存在着行情运行过程当中，今年5月份啊波峰连线构成了位于1450美金的压力，所以呢它的压力是重叠的。那上方呢还有144日线级别的均线压力，大概是在1600美金附近。所以呢在3座压力大山的情况下呢，行情非常不容易发生反弹。所以呢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啊看到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的行情非常弱势
啊，所以呢，我认为还是做空是主要获利方向。之前呢，我在1600美金附近的时候就提到了，以太坊的做空的目标位呢是在1100美金啊，这轮行情目标位呢是在1100美金啊。它的目标位的形成呢，我们看到了，从8月15日这周开始出现了悟空阴线，然后8戒阴线组，那么现在行情呢处在一个周线级别的杀僧阴线，那么下方呢就有一个唐僧阴线，那么唐僧阴线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目标点位1100美金，那么以太坊极限跌幅是在能够到达260美金，这个在前几堂课上啊我反复说了啊，所以呢以太坊做空啊，目前在这个下跌趋势当中做空呢是非常划算的啊。当然了，如果很多朋友担心反弹，你可以在4小时级别1690均线这个压力位附近啊布局空单，这个位置呢非常不容易达到，但是如果到达的话啊，是第一个做空的点位啊，这个位置呢是在1450美金附近，刚才反复提到啊，这个位置呢是1690均线啊，下滑下来之后同这个5月份日线级别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这个绿色线啊，这是一个绿色线啊，两个均线压制啊，一个是日线级别的，一个是4小时级别的，我们看到同时都处在一个1450附近，如果反弹到这里呢，是一个布局空单的一个好机会。当然了，周线级别这个杀僧位呢，我们认为它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所以呢，在杀僧位附近啊。什么是杀僧位呢？这里是悟空，这一组呢是8戒，那么再往下呢是杀僧，这个区域附近非常多的震荡，但是你要做的一点是保持住你的方向，初心不改。今天的市场热点啊是在 LUNC， 也就是 Luna 的老币啊，这个老币呢现在流通总量是7万亿啊，6.9万亿，接近7万亿了，这么大流通量呢，目前价格是在 0.003 附近。那么它为什么上行呢？因为币安有个消息啊，就是要把LUNC 的合约交易的手续费进行销毁啊，当然销毁的也是 LUNC。这个利好在下午的18点钟出现之后啊，LUNC 出现了一个小日线级别快速上行，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波小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啊，突然出现突破了小日线级别1690均线啊，证明突破这个位置上之后呢，我让大家伙去追空，因为这个位置突破之后呢，它有个上行的趋势，但是呢上方有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是在4小时级别看到的，所以呢在今晚8点左右，我让大家伙暂时先停止往里冲了，因为8点钟这个4小时级别收开盘之后啊，压力位顶到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的在这个169日均线和144日均线这个位置上看到一个压力，所以呢，我让大家伙耐心等待回调之后再度进场。当然了，目前来看 LUNC 表现的非常强势啊，那这种强势在后面的行情中会怎么样呢？我认为啊，它出现了一个小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然后它目前正在做的是一个4小时级别上涨，也就是我们 K 线吸油战法里面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那么我们切换到4小时级别看到了，目前走出了一个非常标志性的阳线，这根阳线呢是在16点到今晚8点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阳线，这根阳线涨幅已经超过了 50%， 达到了 56.19%， 这么大的上涨之后呢，上方预组了 0.0032 啊，零比较多啊，3个零 0.00032 啊，预组这里之后呢，我们认为它容易走出什么呢？容易走出一波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所以呢，如果它能够在这个小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完成回踩动作啊，那你可以进场的位置是 0.00026 附近，也就是回到它在这个4小时级别的收敛区间，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布局的位置。那么我刚才也设置了一个就是现货的位置啊，我在这里面埋伏上了，如果能回踩下来更好，我可以把这个单子补上去啊。在现货市场上你必须有币啊，你要没有币，行情就不能和你发生关系。所以呢，我在这个位置上做了一个补充的仓位啊。如果行情能够继续上去的话啊，继续走上去的话，它的最大的特征呢是站上3个033附近这个位置。如果在下一个4小时级别线上能够站上3个033啊，我们就简化说啊，33啊，到达33以上的话，行情有可能出现什么呢？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因为标志性的4小时级别的
悟空阳线已经走出来了，上方我们就会对它有一个上涨的预期。当然了，进场之后，无论你是 0.0026 啊，我提示的这个位置啊，大概是在这个位置进场的话，或者是你追高进场，都要设置一个合理的止损位啊，保证你的本金的安全啊，保证本金的安全的情况下呢，做对趋势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上行的趋势，所以呢，耐心等待它成长起来。当然了，在结构上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4小时级别我们看到了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我们去掉一个峰值之后啊，它正好是在这个焦点位附近，所以呢，这里也是一个容易发生突破的位置，所以呢，持有现货，耐心等待它突破啊，在有一定的利润基础上啊，设置止损的基础上呢，耐心等待一下它的突破啊。我今天稍微有点磕巴，因为我昨天献血了400cc啊，脑子有点供血不足啊，在这里面表示道歉。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 K 线稀有战法同名书籍。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